觉得当一个吉他手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有这个时代的摇滚乐。欢迎收看《原记者》，我是袁。今天访问到的是狮子 Lion 的团长兼吉他手 VQ。嗨，大家好。我们第一次认识的时候，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高铁站，然后后来我就传讯息吧，应该是在 IG 上。对，然后我们就马上马上就认识这样。然后后来反正我们就这样聊一聊，就来你家玩。对啊，因为大家都弄音乐，很快就知道彼此在想什么，然后很投机啦，这样。对。然后因为这次是第二次来你家嘛，我们今天来到是 VQ 的家，然后因为你大部分其实录吉他或者是你的器材其实都是放家里的，对。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你现场使用的吉他跟你的一些收藏。那我们今天先从吉他开始。这把是我第一支特制琴，就是完全客制的琴。我喜欢的东西就蛮简单，就是第一个木头要好，对，然后拾音器要好，再来就是手感要好。手感要好，我弹的东西的关系，我希望手感是很好的。然后比如说大部分配置也都很简单，比如说你看到没有痛，对，没有痛的牛，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痛牛会吃掉一些痛，就是那个痛牛在那边，其实它本身是会吃痛，所以我比较不喜欢这样子的。对，说实话，你会用到痛牛吗？几乎不会嘛，所以干脆就不要了，不要。对。然后我一直都是喜欢大摇杆的，对，这样。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大摇杆是容易会走音的，但在我的经验是还好。你上次有跟我讲，走音的关键是那个木头往上拉的那个，主要是因为如果你有仰角的话，它每次压下去回来的那个幅度可能每一次会不一样，对，所以就会容易走音。如果你把幅度减少，就是直接让它就是跟琴的身体是压平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现在就是，不管你怎么去摇它，它现在，对。主要是因为如果你大摇座有一个仰角的话，每次压下去再回来的那个程度都会不太一样，对，就会造成走音的问题。所以如果你把那个仰角直接把它拿掉，变成它让它是平的附在你的吉他的琴身上面，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然后我的做法就是因为有时候演唱会工作的关系，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干净的 clean tone。对。那我的 clean tone 是应该说我本身是没有 clean tone 的。就我在弹吉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clean tone的。就我吉他音箱那一端一直都是破的，对，会一直都是破的，然后就是靠音量来控制，还有一些 touch。所以这样一来，就是我的这个音量钮的那个松紧啊，也变得很重要。对。然后再就是切的时候，必须要很顺。这第一把琴。在。那你拾音器是用什么的？这个是 Sago， 这个牌子是 Sago， 日本的一个手工琴。对，这个牌子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拾音器它也可以自己做。那这一颗拾音器就是他们自己的。对，那个时候我是跟他讲我的需求这样，对，还有一些给他一些 reference， 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不如就帮你做一颗。因为他们拾音器我觉得也蛮棒的。对，然后这个的话应该是 DiMarzio， 因为我换过很多个。对，然后我特地把它做斜的，因为斜的话 ，bridge 这个 pickup 的 range 会比较开，就是你会从比较低的感觉到比较尖的感觉都有。它等于它收音的方向是，它是斜过去。对，如果你一般是直的话，它就是这样子。那这个的话是，我自己是觉得这样clean tone也比较好听，然后破音的时候也不会就是那么的硬。对。我自己喜欢的。
不太会弹。好像新专辑，我们新专辑里面有。新专辑有这个 leak， 然后现在新专辑录完，所以我就马上新专辑也是用这把琴会录蛮多歌的吗？独奏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用这一把。当然如果说独奏的部分比较没有那么多技术性的东西，我也会用别的琴。对，我在录音或者是编曲的时候，我通常都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先站在我的所有吉他面前，先想那个歌，要长什么样子，然后再来看。我大概有20几把吉他，所以就一把一把看说这个的音色是什么，再配上什么音箱。对，我的音箱有4个，主要用的有4个音箱。对，那就变要配这个琴加这个音箱，大概会是什么声音？适不适合这首歌？对，在开始录音之前，先要站在选妃的概念。选妃好像也其实差不多的逻辑，对，差不多的逻辑。但是其实事前工作要花一段时间，就是其实选妃也没那么容易。接下来介绍这把琴。这把琴其实是我当初在 Custom 黄色这把的时候的一个原型。我请我自己的技师把那个 neck 的尺寸啊，还有一些有没有 compound 啊之类，把它全部都算出来。对，然后给日本的公司照着那个参数去做。弹到这把琴，我就觉得它的手感就是我要的。对，这把琴很特别，它是1988年制的 Kramer， 我在日本买的。1988。对，你猜多少钱？3、4万。日币还是台币？台币。再低。2万。再低。15000。再低一点。还比15000还低？对，12000，差不多1万出。1万出。所以你刚刚说3万的时候，我说是日币还是台币？而且这把琴特别的地方就是一样，它这个 pickup 也是写的。对，那 pickup 写的那个声音对我来讲，是我那时候弹到的时候就觉得，哇，我真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很惊讶这样子。对，觉得它 clean tone 跟一般的那个 bridge 的 pickup 的声音是不太一样。我不知道这样听不听出来。但是就是说，比如说它的。我觉得是蛮特别的。那这把琴真的很久没有，所以它现在的那个琴那个弦距啊，真的是非常高的，算是很有年份的琴了。对啊。然后它这边它的 pickup 只有2段，这一段它没有，就是前后2段，对，它没有中间的，它没有中间。接下来换你这把琴。这把琴也是 custom 的吉他这样。对，其实很简单，这个琴就是又用黄色那一把当基底做的，然后再做一把。对，应该所以是说最早是白色的那只 Kramer 当基底做了一只黄色的沙狗，然后再用黄色的沙狗当基底做了一把现在这样的琴。我觉得用料其实都蛮好的，你看它也是谣言枫木，然后它这里有一个序号 VQ。对，这些配置拾音器也都是我要求的，都是你自己有的。对，然后这一次我就没有要他们做就是斜的 pickup。对，因为我觉得有一把这样子其实就够了。然后手感我觉得也蛮好的。摇座也是蛮稳定的。然后他也特制就是帮我做了我的 pick， 自己的 pick， 我自己的 pick 这样子。好，这把琴是他们第一个做的啦。但是现在都被我改过来了。比如说，它本来这个 pickup 不是在这里，对，它本来这个 pickup 是在这边，然后音量钮是在这里，对，做太远了，所以我就其实如果你偷看一下，看近一点，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有一点点的补过的痕迹了。这边，对，所以贴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现在做到这边来就是我要的位置了，对我来说也是很顺手啊。然后这个是双双的。
这首歌很久没弹，对，但是手感够好，就还敢弹。然后中段的话，其实也是。不错了，你要弹啊？没关系，你弹看，这个手感真的算是很好。棒哎！好，接下来介绍你的音箱头们。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现在都是在追求一个，比如说很好的效果器，对，很棒的 pedal 这样，对。但是我觉得很容易忘了一个，其实你需要很好的一个音箱，就是这个也是你需要去要求的一个东西了。对，先介绍一下，这台是 Marshall 的1959 Plexi，100瓦的 Plexi，大家都知道100瓦。而且是全真空管，是超大声的。对。然后这台呢是80年代末期生产的一台 Marshall 100瓦真空管，全真空管音箱。但是我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价钱，你们猜多少钱？你猜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想要留给他们猜。好，那就等一下再说。好，那再来就是这一台5150，这算是蛮有名的一台机器啦。然后就是它一样是 Eddie Van Halen 的一个签名款，一样这是90年代出产的100瓦的全真空管音箱，也是一个很好的价钱。对，要不要猜多少钱？我还是想要留给观众猜。一样，等一下再说。除了这3台音箱之外呢，我的效果器，你看我这边有一个 AB Box， 这个 AB Box 就是我有的时候会同时接这2颗，对，或者同时接这2颗，或是这2颗，然后就去切换，一个 take 一起录进去，然后一起录，对，然后再来选我要哪一颗音箱。这样就变成说，有的时候制作人可能不知道说他想要什么样的音色，就变成说你可以给他选这样，或者是甚至在混音的时候，你也多一项素材可以去混这样。对啊，这是主要的用法。这一颗你猜是干嘛的？Frequency， 对，跟 frequency 有关。Break out， 所以是滤波的，也不是滤波。这颗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模拟 feedback 的一个声音。模拟 feedback， 就是你踩下去之后，你弹之后再踩，对，它会把你的声音假装弄成 feedback， 就是高八度，对，你可以选择你要高八度还是要低八度，对，或者是3度、5度、8度都可以。然后其实有点像钢琴的那个延音踏板的感觉这样，它就是一个无限 sustain 的一个感觉。我们现在很多练团是无声练团嘛，对，就大家都戴耳机，然后外面都是安静的，然后路人经过就觉得这群人在干嘛的。那个时候你如果要 feedback 就用得到。它有一个不错的地方就是它本身也有个 buffer， 那个高频不会摔走一段。对，所以我基本上都会带着它，就算没用到，它也有 buffer 的功能。然后其他的效果器都是一些比较 vintage 的，比如说 Facer 因为Van Halen就跟他用类似 Face 90，对，再来就 Boost，Flanger 也是 EVH 的，对，因为我觉得它的 Flanger 还是最好听的，我自己这样子觉得，所以我的东西其实算是蛮单纯的，就是主要都是以音箱的声音为主，对，然后我也不会特别去调一个clean tone的一个 setting，就是基本上都是开到底的。对，就如果是自己在家里的这种音箱声，就是全部都开到底。对，因为Marshall的那个感觉好像就是他就在跟你讲，我的音箱转到底就对了。所以就是我也没什么好想的，就是然后那就多转到底。然后clean tone的时候就靠音量有去动这样子。你觉得当一个吉他手对你来说的意义是什么？
现在来探讨这件问题的话，我觉得跟以前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的话，就是以前那个年代，可能你必须就是把吉他所有的一些技巧啊，或者是特色啊、特效啊，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样子。对。但现在这个年代，我觉得不太一样，所以就变成说，要怎么样，比如说摇滚也好，或者是吉他也好，怎么样把吉他的这个因素放到现在的音乐里面，我觉得这比较是像就是现在的吉他手比较去想的一些事情。对，很多人对吉他的印象，可能你一看到吉他就是摇滚，或是你一想到摇滚2个字，你想到可能就是吉他，这是一定的。对，但是现在人可能听音乐，他都觉得说，他听的东西都是完美的。比如说电子的东西、MIDI 的东西，那都是写好的音色，所以声音一定是完美的。对，但吉他不是，它是人弹出来的东西。就我们刚刚讲的，你用的木头，包含你用的料、电路、弦、你的 setting， 都可以影响到你音色。对，你有一点点不一样，可能就会有声音上的不同。当然，也许是只有你听得出来的。但是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弹奏。对，那都是一体的。就算人家没有发现，对，但是你必须把你最好的拿出来，对，这一定的嘛。然后你把你最好拿出来，放到现在人可以接受的音乐里面，那就是另外一个难处了。对，你把自己的东西练好，那才是一半的。你接下来要想，我怎么样把东西放进来，放到新的音乐里面，但是我还要有办法去说服人家说这样子是合理的。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比以前还要难。以前其实不用想那么多，以前就是时间到了我就开始 solo，然后 solo 的时候我就弹越难的东西、越帅的东西就好了。那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不能一昧为了 solo 而 solo，对，你要 solo， 你也要让人家觉得说，这边 solo 是加分的，对，而不是单纯听到一个吉他手又在 solo 这样子，因为现在吉他手都会 solo 嘛，对，怎么讲呢？因为现在资讯也很方便嘛，你看个 YouTube， 你看个网络上的影片，你买一个教材。马上你就可能就会弹吉他了，对，也就变成说整个水准其实也是上升了，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变得没那么的特别了，有好有坏啊。一个就是现在水准的确是提升了，比如我们去一些校园的一些讲座啊，或者是演唱会啊，或者是有时候我就是走路经过一些大学，然后听到他们的社团在练习，就跟我们以前练的东西不一样，对，就是很厉害。对，以前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说我要练 Jeff Beck， 美汉的东西，没有人要理我，你知道吗？对，没有人要理我。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练一些台湾的乐团的歌，这样。那现在的话就不是，现在的话有的时候 Facebook 一些比较年轻的吉他手会加我的 Facebook， 然后我就会接受，然后就会看到他 po 的一些东西，很厉害。真的我有被吓到过，就是其实现在水准是提高很多的，对，但是就变成说你变得要花更多心思去想说我要怎么样让我的东西可以被接受，或者是更突出或者更创新这样子。因为其实摇滚乐，如果你去看摇滚乐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摇滚乐其实一直在变。对，你看50年代摇滚乐到60年代到70、80、90，那每个时期都不一样啊，就是它是为了时代在改变的。对，那现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有这个时代的摇滚乐。对，今天非常谢谢 Li-Q 接受我们访问。好，那我们这次影片会抽出2位幸运的得主，会获得 Li-Q 的摇滚吉他手的吉他教材，然后也会抽出狮子的特制款木吉他。对，我们就出2个问题来，对，2个问题来留言回答。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在我的录音室里面看到了一台 PV5150的音箱头，多少钱？答案是最接近的，我们那就中了这样。那如果你一猜就中，完全中的话，那就是你的。OK。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另外一台1959年的 Marshall Plexi 是多少钱？规则也一样，就是猜得越近的就是答对的，就是答对。那如果一猜就是完整的数字，那就是它，那就是你的。OK， 好，那我们就是在下方留言猜这2款东西的金额。对，但是不是送那2个东西，不是送那2个东西，这个要搞清楚。对，好，再次非常谢谢 Li-Q 接受我们访问，谢谢。